好，我们接下来看第11课哈，未来式主动关身语气直说语态。未来式呢，就是描述一个在未来发生的动作它呢跟英文就是有类似的含义了那只不过这个动作呢这个时间是从作者的观点说的，而不是从读者的观点就作者他当时说的时候，对他来说他要描述一个未来的，他就会用这个未来式。在这里呢也可以给大家简单看一下就是说希腊文的这个时态的一些的大概有哪些那我们刚刚讲了有这个现在式的，对吧？那我们学了现在式的刚才学完了主动的、被动的、关身的都学完了。那我们今天还会学这个未来式的，对吧？那它还除了未来式的，当我们以前英文里面是讲的是将来式，是吧？所以不管你反正你用将来还是未来都可以那还有呢，就是所谓过去的未完成式的，还有不定过去主动当然还有不定过去被动，还有现在完成主动和现在完成被动那基本上这些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些这个语态那我们翻译的时候呢，基本上现在是就是正常的翻译就比如说这个 agapao 就我爱过去未完成式呢，就是我过去正在爱I was loving 那未来主动呢，就是我将要爱。然后不定过去的主动就是我曾经爱那现在完成主动就是我已经爱，现在完成被动就是我已经被爱不定过去被动呢就是我曾被爱。好，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学的所以这几个呢，为什么把他们单独列出来了？因为我们后面其实还有希腊文还有其他的这个时态这个叫语态。那我们把这些列出来，是因为这些是最重要的一些。所以还记得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我们那个单词表里面，它都会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几个都把它列出来，就是现在式的主动的。然后呢，过去未完成式的未来式主动的，不定过去式主动，现在完成式主动，现在完成被动，还有不定过去式被动，这几个呢都在我们的单词表里面都会把它列出来。如果圣经中没有出现呢，就会用这个斜杠表达。比如刚才我们在这个读这个单词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后面其实这些你看这个我没带大家去读那就是到这里写这个杠就表明圣经没有出现你就知道这6大时态就后面出现的这6种时态为什么要把它记下来，就这几个就是除了现在式当然就是它的字典型了嘛，对吧？然后它会把剩下6个过去未完成、未来主动、不定过去主动、现在完成主动、现在完成被动还有不定过去被动都放到这个字典里面。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它每一个时态里面，就这六大时态里面基本上就包含了所有的就你只要把这6种变化记下来，基本上所有的希腊文的动词的变化形式你都能记住了。就这一个单词它该怎么变所有的变化你都能把它就是变出来。因为比如我们现在要学未来式，那你就知道这个未来式在这里嘛，对吧？那你背这个 lyso 那 lyo 是现在主动嘛，过去完成这个后面我们会学 lyso 你就知道 lyso。那你背了 lyso 之后，你就按照 lyso 这个它的变化的情况然后往下变就把剩下的几个都变出来所以像我们这个里面你看它是它也是会就是把这些写出来让你比如说这个就是 poirosomai 这个 somai 在这里你背了它之后呢，你就接下来跟着它来去把所有的跟未来式主动相关的都把它就是这个都可以把它变出来。所以这些呢，按道理来说，我们在背单词的时候，其实每一个都要把它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
不然的话你比如说我给你一个驴友这个词，让你去变它的现在完成式主动如果你没有去背这个的话比如赖绿卡，你没有背这个赖绿卡的时候，你如果让你去变化的话，你其实要想半天，你要想这个现在完成式主动它的是怎么变的，它的时态特有记号是什么，有没有前缀有没有后缀，那这样的话就会很辛苦。但是如果你把每一个就是代表了嘛，第一个变化形式都把它记下来之后，你在每一个类别当中它该怎么去变，你都能把它记下来了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吧所以我们其实是要求大家，比如说假如说我们给大家测验的话，就是说就会给你一个，比如给你一个驴友，然后让你把驴友的其他的6大时态写出来大概是这样。对，那这6大时态第一个你都写出来之后，然后根据这第一个再往下变，每一个你都能够变出来了所以这个是就是我们以后背单词的时候，每一个都会这个就是尤其是我们这6大时态学完以后那每一个你都应该把它记下来才对好，所以这个时态枝干呢，这个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们讲它的这个变化比如讲到这个未来式的变化所谓的时态枝干呢，就是我们讲在这个之前的这个枝干比如这个 agapao 我们讲这个 agapa， 它其实就是现在式的时态枝干，就是所有的现在式的这个枝干都是用 agapa 构成的。当然在未来式里面它有一个时态特有记号 sigma 加连接母音，它就变成了 agapeso 这是它怎么变过来的。但是它的这个枝干你要知道，它是一个现在式的枝干。agapa 呢，它是未来式主动语态的时态枝干，也就是说所有的 agapao 的未来式的这个主动语态的枝干也都是用 agapa 构成的所以就是 agapa 不变，然后呢它的时态特有记号和后面的这个人称字尾那么根据它的不同，那么就有不同的变化那我们就一起来看未来式的它的这个组成部分它的组成部分跟现在式呢唯一的差别就是多了一个所谓的时态特有记号。这个时态特有记号就是说你看到它的出现的时候，因为它是本来不在枝干里面对吧，它突然出现一个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就表明它是一个未来式是这个意思了。然后呢再加上连接母音，再加上它用的也是现将主动人称字尾就是这个人称字尾你只要熟悉了，这个就没问题就相当于本来是驴友们对吧，是吧，驴友们那是现在式嘛，那这个时候加了一个 sigma 就变成了驴手们，那就变成未来式了，就这样所以它的一个变化就是加了一个时态的特有记号而已所以它就变成了4个部分。那我们后面的时候呢比如讲到这个不定过去时过去完成时的时候，你观察你发现它在前面加了东西了，对不对嘛？是不是这个 agapa 是吧？这前面加了个 a 是不是，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还有前缀了不仅未来式里面有这个 sigma so 这个也是有sa，那还有 ka 你看这个 kappa 也来了那时态特有记号有不同的时态特有记号，同时也有前缀的可能性，所以它透过加前缀加时态特有记号就能够把这个单词呢把它不同的时态给展现出来。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这6大时态每一个都要记，不然你会搞混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加前缀，什么时候既加前缀又有时态特有记号，而且时态特有记号到底是 sigma 还是 kappa， 所以这些如果都不清楚的话呢就容易搞混。所以为什么我们一个单词记的时候要把它另外6种形式同时记下来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这个驴手买就是未来式。那我们来看它的词音变化表
我们还是会跟现在式的主动语态的字形做对比的哈。这个 OSA woman it usin 哈，因为它的这个 OSA woman it usin 这个人称字尾表是一样的，对吧？这个没有变化哈，因为他们都是现在嘛，不都是用这个现将现将这个字尾人称字尾是吧？所以这个连接母音 OAO 哈，跟这个人称字尾合到一起，这个是跟现在式的主动语态这个是完全一样。唯一的差别就是它加了一个 sigma，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讲完现在式要讲未来式，就这个原因因为未来式就等于在现在式的基础上多加了一个时态特有记号 sigma， 就这个区别，其他没有任何区别。这个可以理解吗？所以它加了 sigma 以后呢，就是多了个 sigma 这个 luso。sigma 来了lysis lysi lysomen lysite lysosin 就是在这个现在式的基础上，就是这个在连接母音之前字干之后加了一个 sigma， 其他都长得一样的所以如果你的现在式主动语态你熟了就这边你都熟悉了，那么未来式你就非常容易了，就加个 sigma 就好了。那我们翻译的时候呢，未来式的翻译就是将要将，它就是表达一个未界定的观点，而不是一个连续的观点未界定的观点所以当然我们中文也可以翻译为要这中文的要也是表明或将将要表明一个未来所以在希腊文的所有时态里面，我们之前讲到古典语言不强调时间，对吧？只有这个未来式，它是最强调时间的，它就是描述一个在未来发生的一个动作而且不是一个连续的动作不是一个连续的观点它是指一个未界定的所以只有未来式是比较强调时间的那这个你要清楚。比如这里agapesis pace agapesis 这个就是你这个你看时态特有记号在这里，你要爱同plason so你看这个 horse 这个就是跟我们刚才有讲了那个 as 如什么什么C 腰桶，这是你自己这种你自己，就是你要爱你的邻居就像你自己一样所以我们中文可能没有把它这个翻译出来我们可能就是可能也有就是要爱你的邻舍爱邻舍它是用的是一个未来式，这个缩略母音后面直接就是加了这个时态特有记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缩略母音它要延长，比如这个 agapa， 然后加这个时态特有记号加这个那这个 agapa 阿尔法就变成 eta 了，aga 就不是 agapaso 是变成 agapeso， 这个你看延长了。poe 也是一样 poeso 这个我们知道了plero 这也是 pleroso 所以这里面的规则基本上就是阿尔法和 epsilon 它会延长为 eta omicron 就延长到 omega 大概就是这样，就是缩略母音它如果加上时态特有记号的时候，它会有延长的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并不仅仅只出现在未来式，后面我们看其他的时态也会有，但是不管怎么样，它有一个标志会让你比较容易判断，就是这个缩略之后的母音上面会有一个重音，是吧？这个你就知道它是有缩略的现象它都有个重音符号，是吧？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三音方块，对不对是三音呢与这个时态特有记号这个 sigma 合到一起的时候，波波夫加 s pus 科科呵加 cus 特德斯是变成 s， 还记得吗？对吧？因为它加上这个 sigma 的时候，它就
它就合到一块了啊，两个音啊 ，bus pus poof 这个 cus tus 对吧？它就变成一起，就变成一个音了哈啊，所以那这个时候它的时态特有记号就没了哈。那没了之后呢，你就得把它还原出来，你就知道哦，它因为是出现了这个三音的这个现象，所以说那个 sigma 跟它合到一起去了啊。所以这个时态特有记号就被吸收到里面了啊，那这个你就得把它还原出来，不然的话你也没办法翻译啊。对啊，我们现在是在185页哈，这个课本的185页，就是我给你们的这个新版的电子版啊。所以比如说这个 bus pus 还有 fus 对吧，就都变成了 pus 啊。比如说它这个加到这个blepo 加这个时态特有记号 sigma 和这个o 对吧 so 是吧，它就是 blepuso， 所以这个 p 和 s 就合到一起了，就变成了 pus 啊，就变成了 blepuso。所以你看到这个 pus 的时候呢，你就要想，哎，这个 pus 是哪来的啊？你就要知道它因为你看它的那个枝干结尾是派嘛，是吧？啊，那它这个 pus 哪来的呢？哎，你就知道了 pus， 那个 s 就是这个 sigma， 那就表明哦，原来它是未来式，那个 sigma 呢时态特有记号跟它合到一起了啊。还有这个比如说 graphy 哈 graph 这个 f 和 s 就变成了 也是变成了 pus 啊，就变成了 grapso 啊 grapso， 那这个 pus 哪来的呢？就是这个 f 和 s 合到一起的。所以你看到这个 pus， 你看到这几个 pus c 还有这个 sigma 的时候，你就要想它是不是未来式这个就三音跟时态特有记号结合的产生的啊，这也是给你一个提示啊，你不能只是去看 sigma 啊，万一没看到还是没有 sigma 呢啊，你就可能忽略了它是不是未来式啊，就这个意思。那个科哥的也是一样的，科哥的加 s 就变成了 cus， 比如这个 dukes 啊 duke 和 so 就变成了 dukso， 这是逼迫，我要逼迫。还有这个呢，阿哥和哥和 s 啊，也是变成 cus， axo 就是我要带领。这个呢elegant 和然后加这个和这个和 s 也变成了 cus。 elixo 啊 elixo 就是我谴责的意思啊，这个也没问题啊。另外一个就是 turdes 啊 turdes 加 sigma s 就是变成了 sigma 这个 s。比如这个 baptizo 啊 bapti， 然后它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哈，它的那个枝干最后是 delta 加 s 变成了，就这两个就相当于它就没了啊，直接就变成了 sigma baptizo 啊，就是我要洗礼。这个还好啊，它时态特有记号就还在这是吧？只是你要知道它原来的那个枝干里面的最后一个音是跟这个 sigma 是合到一起的，其实就是等于它消失了啊。place 加 so 啊 placeso 我要劝说。这些都主要是字形的变化啊，帮助我们能够认出来它是不是一个未来式，就这个意思啊。那一个动词啊形成未来式，它有3种模式，我们今天只学第一种啊。它不影响它的意思，它只是影响它的字形啊。这个我们第一种模式呢，就是模式1。就是现在式和未来式用相同的字感，这个刚刚我们不提到了吗？是吧？啊，它用同样的字感，很多动词都是基于这个模式，就是它字感相同。模式2、模式3会发现它的字感可能也会有些不一样，所以我们字感也会给你有不同的字感，让你知道什么时候用模式2，什么时候用模式3。啊，那么模式1的话就是一样的啊，就是未来式跟现在式字感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很容易理解
这个模式它还可以分为4个小的类型，我们其实已经学过3类了哈。这个之前我们有提到过，如果这个枝干呢，这个呢是以 uta 或 upsilon 结尾的对吧？那么比如这个 aku 变成 akuo 那个加上这个 sigma 就是 akuso， 是不是？还有就是缩略动词那这个都是一样的，这个枝干你看现在式跟未来式都是一样的，就是加了一个 sigma 而已那以这个3音结尾了嘛，那就是这个就有个 pus 在里面因为它这刚才我们看到了那它的枝干都是长得一样的，看到没有枝干是不变的，是不是都是同样的枝干只不过当然你这个缩略的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然后3音的时候就多这个 pus 有一些不一样，那其实它的枝干都是一样的这个可以理解吗？枝干是一样的这就是第一种模式，你只要先了解就行了，好吧？后面我们再学其他的另外2种只不过在这种模式当中，你就要注意这个有缩略的情况，或者是3音的情况。接下来关背了，关背呢，它跟那个现在式的关背呢，也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加了一个时态特有记号，是吧？这个就可想而知也可以预想出来所以这个就 perisomai perisomai 就是这样这个也没什么那因为驴友呢，它没有这个未来式关心这个关身被动型主动义的，所以它不是这个，所以我们用了另外一个这个 perisomai 来表达好，那么你看它跟那个驴友买的一个对应对吧？欧买这个 a 台，欧买它 s on 台这个人称字尾 m 塞台 meta 4 n 台是完全一样的，连接母音也都是完全一样的唯一的差别就是多了一个 sigma 我们一起来看看perusumai 就我要去 perusi 就你将去 perusitai 他将去 perusomita 我们将去 perusisti 你们将去 perusontai 就是他们将去好，那一个动词它在现在式是关身被动型主动义，但它并不代表说在未来式或者是其他时态也是关身被动型主动义所以你要看那个查字典，如果那个字典的第2个形式是欧麦结尾的话，那么它就是未来式，就也是关身被动型主动义。所以为什么我们背单词说要把那几个都把它记住呢？就这个原因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这个里面对不对？比如这个 agapao 当然这个未来式，当然这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关背的动词这个就没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看假如说比如说这个词我去我旅行，对不对？这个词当然它这个在现在式，这个字典型这现在式嘛这个没问题perusomai 它是一个欧麦结尾的，它是不是关身被动型主动义，对吧？那它在未来式是不是呢？那你就要看未来式是不是欧麦结尾的。一看是的，是吧？它跟这个现在式就区别就加了一个时态特有记号 sigma， 对吧？所以它在未来式它也是一个关身被动型主动义的词，可以理解吗？如果它在未来式这里不是欧麦，那就表明它在未来式它就不是一个关身被动型主动义的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背这六大时态，要把它都背下来，就是这个原因不然你都不知道它怎么变的你看这个埃后买那它这个未来式这也是欧麦结尾，这没有问题
模式一的动词我们刚刚讲了，模式一的动词哈，那现在式和未来式的主动语态是用相同的质感啊。这个 prosumai 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哈。upon to new 哈，这是从现在开始 is tai ethne 哈，就我要就是要进到外邦人啊，就是我要进到外邦人那里去啊。这个就是多了一个 sigma 啊，你翻译的时候就是翻译为从现在开始我将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啊。所以字典型以 o my 结尾的是关身型主动义的哈。OK。这个我们最后再讲一个这个 me 哈 me 的未来式me 的未来式它是一个关身型主动义的词它的字根是这个 s 那为什么要把它背下来呢？你就知道它的区别哈，因为它的字根结尾是 sigma 再加上 sigma 这个就很复杂了。那么这个词因为出现的是最多的，它是这个是嘛所以说这个词它的字形是必须要背下来的必须要背下来，就是给你 me， 你一定要把它的所有的未来式的变化的形式都要把它这个就是写出来。好，它的变化这个形式呢有点那个不过好处就在于呢，它的这个字尾都全部，你看我们对比的这个 prosumai 你看它的这个字尾，我给你标红的这些字尾其实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它的字尾是比较清楚的就是说这没有什么问题主要就是前面它这个字根prosumai 我将是 esse 你将是estai 它将是 esomethai 就是我们将是 ssd 你们将是 esontai 他们将是所以这个 me 它的未来它字根你要知道这个是 s 那它本来就是 sigma 了嘛，再加上它不可能，它两个 sigma 没办法放一起了嘛，对不对所以说就只有一个 sigma 那它的这个未来式当然还是有这个 sigma 在这sigma 都还是在这，所以你要知道它的这个 sigma 是一个字根的后面的这个 sigma 和这个时态特有介的 sigma 它两个人就写成一个了，就这个意思。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单词第一个单词这是一个名词后 basileus 那这是王的意思，这个也是use 对吧 basileus 是这个王halius 这个是渔夫grammatius 这个是文士 Helios 这是祭司，都是这个 use 结尾的，这就是这个什么人相关的什么人。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是 genao genao 就是我产生我生就是生孩子的生或者是产生的生都是可以这个它的字干是 gena 好，那这个是 genaso 在这那它前面那个没有写就应该把它空出来了。那这个词呢转写为英文的时候呢就 gen 它是跟那个组合相关的gen 就是什么什么组合比如这个 hydrogen 这个 gen hydro 还记得吗？是水嘛，对吧 hydro hydro 还记得那个水 hydro 那个水那这个氢气相当于就是氢气烧了之后不是变成水嘛就是水跟那个组合hydrogen 就是氢气的意思这个很有意思hydrogen 这个焚烧之后就产生了水好，接下来是个 zao 就是我活的意思
za 就是它的这个枝干啊，你看它的未来式哈，ziso， 这变化还挺大的，对不对啊？如果你不记的话，你从这个 zao 你要把它变成未来式，你不记，你说你怎么能变到它？对不对？是不是？你不记你怎么能变成 ziso？ 你说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还是要这是要记的啊。那这个 zao 呢，它在英文里面转写啊，这个 zoology 啊，动物学啊，这个 zoo 哈就 zoology 它是指研究生命的学问啊，其实。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专有人名哈 ，He Judea 就是指 Judea 哈，就是这英文哈，犹太，Judea，犹太人。那这个Judaeus 就是形容词，就是犹太的啊，它也可以做形容词，也可以做名词用，就是 Jewish 啊 ，Jew 就是这个犹太人的。接下来也是个专有名词Israel 就是以色列哈。那这个词是从英文是从希腊文来的，你看 Rael 是吧 ？Rael 一模一样转写过来的，对不对 ？Israel 好，接下来一个词是一个名词果子 ，carpus， 然后 carp 啊，就是这个果子。它转写为英文carpology 是指这个果实学啊。然后maison 啊，这个词出现比较多 maison 哈，这是指伟大的，更伟大的。还有一个是有点类似于一个比较级啊，它是那个 megas 的比较级啊 ，megas 就大的嘛啊，这个 maison 就更大的。接下来这个是一个形容词 holos 啊 ，holos 就是整个的你看它转写为英文 HOL 啊，这个 holistic 就指全面的意思啊。好，接下来这个刚才我们变过了哈 ，proskuneo 啊，是敬拜，就我敬拜。我们学到今天所有的词汇量哈，你如果这些单词都会了，你就可以掌握幸运是你71.8%的词汇量了啊！当然，这个是你在一个动词可以变成200个的基础之上，来算的这个71.8%啊。